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主演的《富山海》播出，热度有可能超过肖战的《藏海传》吗？近期，关于程毅主演《富山海》与肖战主演《藏海传》热度孰高孰低的讨论，在网络空间激起层层涟漪。粉丝们以数据为歌，以热搜为场，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。然而，若将目光暂从这喧嚣的热度竞赛中移开，或能窥见一个更为深远的命题：在流量浪潮翻涌的世代，我们是否过于聚焦于昙花一现的讨论声量，而忽略了文艺作品本应追寻的星辰大海那跨越时光的经典性？诚然，热度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特定产物，以其直观的数据形态，为作品的影响力提供了某种即时性的度量。它如同海面的浪花，能映照一时之风向。然而，浪花之高低，终究难测大海之深邃。藏海传与富山海之争，若仅止步于播出期间的热搜数量、话题增量或瞬时收视率，实则是将一场可能发生的文化盛宴简化为了数字的竞技游戏。历史的经验屡屡证明，许多首播时万人空巷的作品，其光芒往往随宣发势能的衰减而迅速暗淡。反之，某些初识寂寥的佳作，却能在岁月沉淀中渐显其价值。如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初播时收视平平，历经时光洗礼，终被奉为神作，其深刻的历史洞察与人性描摹，远非昔日热度所能框定。还有《陈情令》的豆瓣评分，从开始的 4.3 到后来的 9.1。究其根本，热度常与商业逻辑、粉丝经济及大众的瞬时情绪紧密相连，它亦催生话题先行而非质量至上的创作倾向。若一味追逐热度，恐使创作堕入追逐感官、刺激与短暂趣味的陷阱，削弱了对深层次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探索。反观经典性，它关乎作品的内在品质，是思想深度、艺术高度与人性温度的交融，是那种能穿越时代隔阂，引发不同世代观众共鸣的永恒魅力。它需要时间的淘洗与一代代观众的审视，如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等经典，其价值绝非诞生时的热度所能定义，而是在漫长的文化接受史中得以确立和升华。对于《富山海》与《藏海传》而言，二者题材各异，主创团队皆颇具实力。程毅与肖战亦均致力于演技的打磨与突破。他们最终能否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佳作，关键在于其叙事是否精湛，情感是否真挚，能否对时代有所映照，或对人性有所叩问。这些决定经典性的要素，远比播出时孰热孰冷的比较更具长远意义。我们期待的是能留得下的经典，而非仅是爆得过的热剧。因此，当我们将论题从谁的热度更高转向谁更可能成为经典时，讨论便从流量的浅滩驶向了艺术的深水区。这并非否定热度的存在价值，而是呼唤一种更为超越的评判维度。在中国影视工业不断迈向成熟的时代，观众的眼光亦应随之成长，少点浮躁的比较，多一份对作品本体的深度关注与耐心审视。唯有如此，方能激励创作者沉潜内心，打造更多不仅闪耀于当下，更能照亮未来的荧屏瑰宝，从而真正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与进步。如果单从二人以往出演的电视剧来看，论作品质量和演技的话，程毅固然更胜一筹；如果单论流量和粉丝基数的话，肖战更占上风。所以在小编看来，《富山海》如果播出，热度应该会超过肖战的《藏海传》，毕竟程毅古偶的演技没得说。程毅《富山海》vs 肖战《藏海传》，热度争锋与经典性的真正较量。近来，随着程毅主演的《富山海》即将播出，网络舆论场再度热闹非凡。与此同时，肖战的《藏海传》也处于备受瞩目的待播序列。
两位顶流演员的作品几乎同期碰撞，粉丝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谁的热度更高、谁的作品更能出圈的激烈讨论。社交平台上，话题不断冲上热搜，数据刷屏，舆论热度居高不下。然而，当我们从这些短暂的喧嚣中抽离出来，就会发现这场争锋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议题。在当下这个流量主导的娱乐时代，我们是否过于执着于数字层面的竞争，而忽略了影视作品真正应当追求的穿越时光、沉淀下来的经典价值？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切入，既分析《富山海》与《藏海传》的现实竞争，又进一步讨论两部剧及其主演在影视工业格局中的地位，并引申到热度与经典性的关系。热度之争，流量时代的必然话题。在互联网与粉丝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，热度几乎成为衡量一部影视剧影响力的首要指标。从开机到杀青，从定档到播出，几乎每一步都伴随着粉丝的高度参与与数据的精心运营。成毅与富山海。成毅这2年凭借《琉璃沉香如屑》《莲花楼》等作品，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观众基础。他的演技在业内外都获得了一定认可，尤其是古偶赛道，他几乎成为古偶男神的代名词。富山海作为一部奇幻题材的大剧，本身自带神话色彩，加之成毅在古装扮相上的天然优势，使其未播先热。肖战与藏海传。肖战则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流量演员之一。从《陈情令》一夜爆红以来，他的人气几乎无人能敌。藏海传又是《盗墓笔记》系列的延伸，原著粉丝基础庞大，加上肖战的号召力，使得该剧在播出前就频繁登上话题榜，粉丝对垒与舆论狂欢。于是，成毅粉丝与肖战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面，谁的数据更高，谁的热搜更多，谁的预告片播放量领先，都成为争论的焦点。这种争夺既是演员个人影响力的体现，也是平台与资本推波助澜的结果。但必须看到，热度虽直观，却往往流于表面，它更像是潮水，涨落之间，难以衡量作品真正的艺术价值。作品本身、题材与制作的较量，要真正比较《富山海》与《藏海传》，不能只看演员与粉丝，而必须回归作品本身。《富山海》东方神话新表达。《富山海》取材自中国古典神话，融入《山海经》元素，具备极强的东方幻想色彩。近年来，国产影视不断尝试开拓神话志怪题材，如《山海情》偏现实，《山海经之赤影传说》偏奇幻，但大多未能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平衡。《富山海》若能在视觉特效、剧情结构与情感表达上做到突破，就有可能在古偶题材中形成差异化，进而吸引更多观众。《藏海传》盗墓宇宙的延续。盗墓题材在国产剧中拥有坚实的观众基础，从《鬼吹灯》到《盗墓笔记》这一类型作品已形成冒险加悬疑加情感的固定模式。《藏海传》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已有叙事框架中做出新意。若剧情过于公式化，观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，但若能在人物塑造与故事深度上有所突破，仍旧可能掀起一波追剧热潮。制作班底与市场预期。从制作层面来看，两部剧的团队都不容小觑。《富山海》的特效团队若能把握住东方美学的韵味，或许能在画面上为观众带来震撼。《藏海传》背靠大 IP， 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市场保证。换言之，一部走奇幻东方美学路线，一部延续盗墓冒险传统，二者都自带市场话题。演员对比，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考验。成毅，古偶赛道的稳定输出。成毅的优势在于稳定，他的表演细腻，能把握住人物的情感层次。
琉璃里的楚玄机与司凤虐恋，让人揪心；莲花楼中李相宜的隐人与深情，也让观众共鸣。他的粉丝群体虽不及肖战庞大，却胜在稳定和忠诚，而且程毅更注重角色的塑造，较少依赖话题营销。肖战，流量顶峰的象征。肖战则是典型的流量加实力双向并进代表。他的粉丝基础庞大，数据号召力极强。虽然曾因粉丝事件遭遇争议，但他凭借作品与个人努力逐渐扭转口碑。从《陈情令》到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他不断尝试突破自我。《藏海传》既是他的人气保障，也是他表演上的又一次考验。谁更可能胜出？若比演技细腻度，程毅稍占上风；若比流量号召力，肖战无疑领先。因而《富山海》更可能依靠口碑慢热，而《藏海传》则可能在开播之初掀起强烈讨论。热度与经典性，两种不同的衡量。热度的即时性，热度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，它直观可量化，却往往与资本、粉丝运作紧密相关。很多剧在播出时引发万人空巷，但随着宣发结束，热度也迅速消散。经典性的长久性，真正的经典需要时间的淘洗。比如《大明王朝1566》初播收视并不理想，但后来口碑攀升，成为历史正剧的巅峰之作。《陈情令》也是一个典型案例，最初评分不高，但随着剧情深入于海外传播，口碑逐渐逆转，成为现象级作品。两部剧的可能走向：富山海若在叙事与情感上有所突破，可能成为低开高走的作品；藏海传则更像是开局即顶的爆款，但能否沉淀为经典，还要看其内核是否足够扎实。观众视角，从追星到审美升级。随着国产影视工业的不断成熟，观众的审美也在逐步提升。过去唯流量论的风气正在减弱，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将目光投向作品质量本身，少一些粉丝战争，多一些作品讨论。如果观众只沉迷于数据比拼，就容易忽视作品内涵。唯有将讨论焦点转向剧本、导演、演员表演，才能真正推动行业进步。鼓励演员专注表演。程毅与肖战都处在职业上升期，他们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粉丝撕扯，而是用作品说话。唯有不断打磨演技，拓展角色宽度，才能赢得更广泛的认可。从热度的浅滩驶向艺术的深海，富山海与藏海传的较量固然是当下娱乐圈的一大话题。程毅凭借扎实的演技与稳定的古偶表现，有望在口碑层面占据优势。肖战凭借庞大的流量基础与强劲的话题效应，可能在播出初期占得先机。但无论孰胜孰负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，不应仅是谁更热，而是谁更能留下。热度如浪花，瞬息万变；经典如大海，深沉而永恒。在这个流量浪潮汹涌的时代，观众更应保持冷静与耐心，以更长远的视角审视作品。唯有如此，中国电视剧才能不断涌现出那些不止于当下，更能穿越时光的荧屏瑰宝。